你是否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正想着一个人，他就突然打来电话，梦到的场景在现实中莫名重现，或是在人群中感受到他人无声的情绪波动。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历，请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这些被认为不可思议的体验，或许正是你与生俱来的特殊天赋在显现。在这个视频里，我将为你揭示一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哈佛大学最新研究显示，人类大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神经回路，能够感知常人难以觉察的微妙信息。这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发现。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练习，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一周内发生的巧合。是不是有些事情看似偶然，却又蕴含着深层的意义？这些看似随机的巧合背后，或许暗藏着宇宙对你的特别提示。在古老的东方哲学中，这种特殊的感知能力被称为天眼，而现代科学则用超感知能力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来描述这种现象。有趣的是，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各个文明都记载了这样的特殊个体的存在。如果你正在观看这个视频，很可能你就是那些被宇宙特别选中的人之一。请在评论区写下感恩宇宙的指引，愿我的觉醒能带给他人光明。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互动，更是一次能量共振的开始。当我们谈到特殊能力时，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直觉的科学基础。神经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实际上是一个精密的信息处理系统，它不仅能处理显性的感官信息，还能捕捉到大量潜意识层面的微妙信号。最让人惊讶的是量子物理学的最新发现。科学家们发现，在量子层面上，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连接的。这意味着，当你感觉与某人或某事产生神奇的联系时，这种感觉很可能源于量子层面的纠缠效应。让我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自纽约的莎拉是一位普通的室内设计师，但她总能准确预感到客户的需求。有一次，她在毫无前期沟通的情况下，设计出的方案与客户心中的构想完全吻合，连颜色和材质都分毫不差。当被问到是如何做到时，他说：“我只是跟随内心的指引。”这种看似神奇的能力，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潜能。只不过，有些人的这种能力特别活跃和敏锐。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这与大脑前额叶皮层的特殊活动模式有关。当这个区域特别活跃时，人们的直觉感知能力会显著增强。更令人震惊的是关于共情能力的发现。科学家们通过脑电图发现，某些人的镜像神经元系统特别发达。这些神经元能让人直接体验到他人的情绪和感受，就像心电感应一般。这正是很多天选之人都具备的特质，强大的共情能力。在实验室研究中，科学家发现，这些具有特殊感知能力的人在面对情绪刺激时，他们的脑部活动模式与普通人有显著不同。他们的杏仁核，负责情绪处理的脑区，显示出更强的活跃度，这使他们能够捕捉到更细微的情感信号。但这种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正如一位研究对象描述的，走在街上，有时候会被周围人的情绪淹没，这提醒我们，拥有特殊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学会如何保护和管理这些能力。科学家建议，
通过正念冥想和能量管理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控这些特殊能力。比如，每天清晨进行10分钟的静心练习，可以显著提升我们对能量场的感知和控制能力。说到深层感知能力，让我分享一个发生在加州的真实研究案例。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一些人的松果体，人体重要的内分泌腺体，会散发出独特的生物光子。这些光子的波动频率与地球磁场有着神秘的共振关系。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特殊的生理特征往往与超长的感知能力相关。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组志愿者在完全隔离的房间里感知另一个房间中的情绪变化。结果显示，有 15% 的人能够准确捕捉到另一个房间中情绪的波动。而当研究人员检测这些人的脑电波时，发现他们的德塔波频率异常活跃。这种脑波通常与直觉和潜意识感知有关。但更神奇的是，关于预知梦的研究发现，普林斯顿大学的意识研究实验室记录了上千个预知梦案例，其中很多都得到了科学验证。让我分享一个最近的案例。一位名叫玛丽的护士连续3晚梦见医院的急诊室发生火灾。第4天，她坚持检查了所有的电路设备，果然发现一处老化的线路有短路隐患。这个发现及时防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这不是单纯的巧合。神经科学家发现，在 REM 睡眠阶段，我们的大脑会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这时松果体会分泌一种被称为 DMT 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打开知觉的大门，让我们接收到平时无法感知的信息。很多天选之人都报告过类似的体验，在梦中收到重要的提醒或指引。科学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与我们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有关。这个网络在我们放松或做白日梦时特别活跃，它能够整合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可能性，形成一种超越时空的认知。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能力需要正确的方式去开发和保护。就像一位资深的能量治疗师告诉我的，这些能力就像是精密的天线，需要适当的调教和维护。以下是一些科学证实有效的方法。首先是能量清理，每天花10分钟进行深呼吸冥想，想象金色的光从头顶注入，清理全身的能量场。研究显示，这种练习能显著提高人体的生物电场强度。其次是建立能量屏障，在进入人群密集的场所前，可以想象一个保护罩包围着自己。这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生物能量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量子物理学已经证实，意识确实能影响能量场的分布。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区分不同的能量讯息。就像收音机需要调到正确的频率才能接收到清晰的信号，我们的感知能力也需要不断的调整和提升。通过正念练习，我们可以逐渐分辨出哪些是来自外界的干扰，哪些是真正重要的信息。让我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科学发现，人类的心脏其实是最强大的生物电磁场发生器，它产生的磁场强度是大脑的5000倍。当我们学会倾听新的声音时，实际上是在接入一个更高维度的信息场。在现代社会，很多天选之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自己的敏感度，同时又不被负面能量所影响。这就像是在学习使用一个超级接收器，既要保持其灵敏度，又要具备过滤干扰的能力。
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进行能量冥想。找一个安静的时刻，闭上眼睛，将注意力集中在心脏区域，想象这里有一束温暖的光，随着呼吸逐渐扩大，形成一个保护层。科学研究证实，这种练习能显著改善人体的生物电场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能量场共振的新发现。当两个人的心率变异性 HRV 达到同步时，它们之间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能量连接。这种现象在母子关系、密切伴侣之间特别明显，而一些天选之人则能够自如地与他人建立这种共振。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神奇的领域，这里的发现可能会颠覆你对现实的认知。你是否注意到，某些数字总是不断在你的生活中重复出现？也许是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串车牌号，或是某个意义深远的日期。这不是偶然，而是宇宙在通过数字语言与你对话。量子物理学家最近的一项突破性研究显示，整个宇宙都建立在数学频率的基础之上。从 DNA 的双螺旋结构到星系的旋臂，都遵循着同样的数学规律。这让我想起一位物理学教授说过的话：数字不仅仅是计算工具，更是宇宙的语言。我遇到过一位金融分析师，他发现自己总是在11点11分看时间。起初他以为这只是巧合，直到有一天，他决定认真对待这个信号。每当看到11点11分，他就停下来觉察当下的想法和感受。神奇的是，这些时刻往往与他生命中的重要决策或转折点完美对应。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数字同步性现象与我们大脑的模式识别能力有关。当我们的意识处于高度觉醒状态时，会自然地捕捉到这些数字讯息。就像收音机调到特定频率能接收到电台信号一样，我们的意识也能与特定的数字频率产生共振。但更令人震撼的是关于自然共振的发现。德国科学家发现，人类的心脏振动频率与地球的谢曼共振频率 7.83 赫兹极其接近。这意味着，当我们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深层的能量交换。我认识一位园艺师，他能够仅通过触摸就感知植物的状态。起初很多人都觉得这难以置信，直到科学家用生物电场检测仪器证实，他的确能够感知到植物的微弱电场变化。更神奇的是，当他在照料植物时，植物的生长速度会显著加快。这让我想起了日本科学家江本胜的水晶研究。他发现，水分子能够对人的意念和情绪产生反应，形成不同的结晶图案。如果说水都能对意识产生如此敏感的反应，那么作为生命体的我们，自然具备更强的感知能力就不足为奇了。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在澳大利亚内陆，有一位原住民长者，他能够预知几百公里外的天气变化。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这与他对地磁场微小变化的敏感度有关。这种能力在现代人身上逐渐退化，但通过适当的训练，我们同样可以重新唤醒这种与自然的深层连接。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难以感受这种连接？研究显示，这与我们过度依赖电子设备、远离自然环境有关。电磁污染不仅干扰了我们的生理节律，也削弱了我们的自然感知能力。但好消息是，这种能力是可以恢复的。以下是一些经过科学验证的方法。赤脚与大地接触，这不是简单的散步，
而是一种被称为接地的能量疗法。研究表明，直接接触地面能够帮助我们吸收地球的负离子，平衡体内的电场。很多天选之人都发现，这种练习能显著增强他们的感知能力。观察自然规律，尤其是黄昏和黎明时分，这两个时段地球的磁场发生微妙变化，也是我们感知能力最强的时候。试着在这些时刻静静观察自然，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开始接收到前所未有的信息。与树木建立联系，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科学研究显示，树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能量网络。当我们靠近大树时，实际上是在接入这个自然的能量网络。很多天选之人都表示，他们能感受到不同树木散发出的独特能量。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关于月相对我们感知能力的影响。研究显示，在满月和新月期间，人体的生理节律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些时期也往往是天选之人感知能力最强的时候。但记住，拥有这些特殊能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正如一位智者所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获得这些洞见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他人，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理解和疗愈。在进入最后的探讨之前，让我们先安静片刻，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你有没有感觉到，随着观看这个视频，有什么东西在你内心深处被唤醒？那种隐约的感觉，就像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温柔却坚定地照亮了你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记忆。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只利用了不到10%的潜能。但在某些特殊时刻，比如深度冥想或临近睡眠时，我们的大脑会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这时那些平时沉睡的神经回路会被激活。量子物理学家称这种状态为量子意识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能够接收到更高维度的信息。让我分享一个发生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案例。研究人员发现，当人处于深度冥想状态时，大脑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伽马波，这种脑电波的频率与宇宙背景辐射的频率惊人的吻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某个层面上，我们的意识确实能够与整个宇宙产生共振？但觉醒之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很多天选之人在觉醒初期都会经历一段困惑和不安的时期。就像一位心理学家对我说的，这就像是突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感知系统，需要时间去适应和整合。以下是一些帮助你度过觉醒期的实践建议。首先是建立晨间仪式。在太阳升起的时刻，这个时候地球的能量场最为清静。花15分钟进行冥想，感受内在的能量流动。科学研究表明，这个时段进行的冥想效果最好，因为人体的松果体分泌最活跃。其次是能量梳理，用意识扫描全身，觉察每一个部位的感受。如果发现某个部位特别紧张或不适，可以将注意力停留在那里，想象金色的光芒温柔地抚慰那个区域。研究显示，这种练习能显著改善身体的生物电场。特别重要的是，学会区分各种能量。就像一位资深的能量工作者说的，不是所有的感知都需要回应，不是所有的信息都需要采取行动，保持觉察，但不执着。这是一门需要不断练习的艺术。关于如何在现代生活中保持平衡，
我想分享一个特别的观点。很多人认为拥有特殊能力就意味着要过隐居的生活，但实际上，真正的智慧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能力。想象你是一位音乐家，虽然能听到更多的音符，但这并不妨碍你享受生活的交响乐。在与其他天选之人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能够很好的运用能力的人，往往都保持着稳定的生活作息和健康的人际关系。这提醒我们，灵性的提升不是要脱离现实，而是要更深入地参与生活。让我们谈谈面对质疑时的态度。当你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感知能力时，难免会遇到不理解甚至怀疑的眼光。记住，这很正常。就像量子物理学刚被发现时也曾备受争议一样，任何超越当前认知范围的事物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习是无止境的，越学习就越发现自己的无知，这同样适用于特殊能力的开发。每一次新的感知都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在结束之前，我想对每一位正在经历觉醒的朋友说，你并不孤单。在这个看似物质的世界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自己的特殊能力。这不是偶然，而是人类意识进化的必然趋势。请记住，这些能力是宇宙赋予我们的礼物，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这个世界。当我们怀着感恩和谦卑的心运用这些能力时，就能真正为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如果你感受到视频中的能量共振，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体验。记住写下，愿我的觉醒之光照亮他人的道路。这不仅是一句话，更是一个能量的传递，让我们一起创造更多的理解与疗愈。感谢你陪我走完这段探索之旅。愿你在觉醒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活出那个最真实、最有力量的自己。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别忘了点赞，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记住，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